不用，已经开始了啊！我们啊，直播开始了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京对话汪江辉啊和张琪啊，欢迎二位。北京好，汪江辉好。张琪好啊，北京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嘉宾呢都不是第一次来跟我做对话了啊，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跳过这个自我介绍的环节了，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主题。但是呢，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场对话是怎么由来的呢？就前一阵呢，我和汪江辉做过一场对话啊，然后这个对话呢，张琪在回看的时候，那看前半段啊，他觉得说，哎，这个叫汪江辉的这个小伙子啊，他特别喜欢啊，觉得他们俩在关于中国呀一些问题上的这个理念是很相近的。那张琪就跟我私信就说啊，就说特别想和这个汪江辉认识一下，就等于他们俩是不认识的啊。当然那场对话的，就我跟汪江辉这场对话的后半段啊，那我们就后来汪江辉自己说自己是一个这个特别讨厌川普的人啊，这个我们网上俗称的叫川黑是吧？结果呢，张琪正好是一个川粉，他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两个人对于中国和很多理念是一样的啊，但是对于川普完全不一样是吧？一个川黑，一个川粉。但是呢，张琪就说呢，说有没有机会呢？但还是想认识这个汪江辉啊，说有没有机会说做一场对话？我说可以啊，我来帮你组织这个对话。我说那标题叫什么呢？今天这个标题就是张琪起的啊，他就说是川黑对川粉的灵魂拷问。所以这样啊，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啊。张琪，你先来说两句。是的，就是川黑跟川粉这两个阵营也是那个由来已久了，就是从那个川普的那个第一任期一直到现在也快10年的时间了。反正这两个阵营就是一直都是互相那个攻击啊，互相谩骂，互骂对方傻逼。但是呢，就是具体就是这两方面他们。为什么就是黑？为什么粉？就是两方面对彼此的了解，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不够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需要就是这两个阵营坐在一起，那个就是有一场这样的就是接触啊，接触一下子，但是这个目的呢，并不是说辩论啊，并不是说我们要达到一个就是谁胜谁负。或者说是一个什么解释什么的，就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只要能达到，就是我理解，我知道你在黑什么啊，我知道你在粉什么，我这就够了啊。因为很多东西它不是一个就是事实上的问题，而是一些价值上的问题。价值上的问题就是没法说服的，这个是就同样一个事实，就大家对他的看法不一样，这是没办法的，这是跟每个人的经历啊什么的这些都性格都有关系的啊。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接触一下子，对话一下，这个就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大家最起码了解一下嘛，了解一下对方在想什么啊。说的很好啊，那汪江辉来，你来说说。这个东西，我也不能说川粉跟川黑，因为这个，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说单单的就认为，如果说美国没有了川普，这个美国就完蛋了，或者美国是世界的救世主的话，那这个是有点谬论的，因为民主国家就是一条狗当总统，这个国家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如果说你把川普视为一个救世主，或者说没有川普，美国就完蛋了。那美国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说君主制，还是像中国一样的朝代，金家王朝那样的？这是在一个文明社会里面，我感觉这样的说法是欠缺，是不理智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我们都有权利去批评，或者是说他，或者是对他有意见。但是说，如果说我们盲目的去崇拜一个人，或对他的说，去为他辩护一些东西的话，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我们已经从毛时代走到了一个相对文明的一个时代。如果说我们再把川普视为一个救世主，像红太阳的一个人物的话，
那我们是在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不是说川粉是什么什么，我们只是想让你们明白一点，这个世界，尤其在一个民主国家，不管是谁当总统，这个国家的总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它是一个文明的体制框架下，谁当总统，这个国家永远是向前走的。但是说，如果说你把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国家就能改变掉或者给颠覆掉的话，那这个国家不能称为国家，只能成为一个朝代，就像金家王朝或者像现在的中国一样，由一个人来改变，或由一个人去毁灭，这样是不理智的，或者是有待商榷的东西。那我觉得两位呢，今天首先坐在一起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川黑和川粉是完全泾渭分明的啊，两个阵营几乎是不对话的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对话就是互相骂两句，是吧？就是互相是不交流的，所以我们今天能搭起这么一个对话挺不容易。那大家不用收着啊，你就是只要不人身攻击，我们这个言辞激烈一点，我觉得对观众的这个感受啊，这个双方的观点是有好处的。那这样啊，我首先问你们两个人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都问给你们两个人啊，你们一个一个说。我先问汪江辉吧，你讨厌的是川普这个个人，还是说讨厌的是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和政治路线？那同样的问题，我一会儿会问张琪啊，你喜欢的是川普这个个人呢，还是他的一些政治政策或者一些政治路线啊？首先吧，川普是一个不体面的人。你在美国，建国史上有哪一个总统会跟自己的获胜者他们没有一个和平交接的一个仪式呢？川普竟然不体面的去自己坐上他的车子，然后离开了白宫，都不愿意跟拜登握下手和平交接一下这个权利，这是一个很 low 的一个行为。然后1月6号冲击白宫、冲击国会的大厦那个东西，这是美国之耻，是继911之后的美国之耻。哪有一个美国总统让自己的支持者去冲击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的？他还是执政者。你可以说他是不知道或是不知情，但是说他为什么能够在他执政之后大赦那些1月6号的那些暴徒呢？然后还说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是爱国的行为，这不是我造谣吧？我只是想，不知道那些认为美国是民主灯塔的人，他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这是不是美国之耻？那好，看来啊，我们现在可能先不用讨论这个川普的一些政治主张了啊。那么汪江辉的这个回答，首先直指了这个川普这个人啊，他说他不是一个体面的人啊，包括他做的这些事情。那好，张琪有没有回应？就说我是喜欢川普这个人，还是喜欢川普的政治主张？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就是我首先是支持川普的政治主张，其次我也喜欢川普这个人。在这一点上跟那个汪江辉，就是或者是那个川黑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啊。就比如说那个很多。那我就说我为什么喜欢川普这个人吧，我就不回应了啊。我觉得就是川普，我喜欢川普是从那个就是他第一任期就是开始，从他制裁那个中兴开始的啊。因为一开始川普跟希拉里竞选的时候，我在内心是不支持川普的。我是希望那个希拉里获胜的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对希拉里虽然也不了解，但是呢，总比那个对川普了解的多一些啊。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是有一些那个就是进步主义的这个思想，就我认为美国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女性总统啊。我觉得如果要是那个就是之前那个有一个奥巴马黑人总统上台了，我觉得挺多元的，这个挺好，越来越开放。
如果要再搞一个那个女总统上来，这就更好了嘛，是不是？当时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是支持希拉里，没有支持川普。但是呢，川普就是获选了之后，我心里还是有点那个失望的就是觉得那个不高兴因为我没有支持他。但是后来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川普的？就是从他那个制裁中兴的时候开始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西方多年以来一直是对那个中共采取那个一个我觉得是表面上的就是这个和平，或者说实际上的绥靖的政策而川普是那个终结这一切的第一人就是整个西方世界不光是美国，包括欧洲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在中共维持这样一个就是独裁政权的前提下，一直还是要跟那个中共维持一个表面上的这个和平的或者是友好的关系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我对川普刮目相看。然后接二连三的就是中兴制裁完中兴之后，又是对那个华为的制裁然后又是对那个中国的贸易战这些在我看来，在我个人看来都是让我喜欢上川普的理由。就是说川普撕下了就是中美就是友好的这样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面具了张琪我追问你一个问题那我听完了，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川普对于中国或者中共的一种强硬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些制裁和之前的一些政客可能不一样的一些政策，你是从这个点上喜欢上他的。我听这个脉络大概是这样，对吧？那你对于他这个人本身，就是刚才汪江辉说的因为刚才汪江辉这个话说的也很不客气了就说川普是一个不体面的人，对吧？就说这个政权交接包括号召自己的支持者去冲击国会对于这么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这种制度的一个破坏等等，就是你这方面呢，因为这是他个人的一些做法，你有什么回应吗？你觉得就是面对川普这么做，那你是一个喜欢他的人，你看到他这么做，你是支持他这么做吗？还是你觉得他这么做也不对呢？你有什么想法？那我就专门就是针对汪江辉说的这个就是冲击国会这件事儿来回应吧就是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就是冲击国会这件事儿，它是有一个原因嘛，它的原因就是川普认为就是这个竞选是民主党方面作弊了，是吧？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是平白无故的，因为一开始就是川普认为他是那个竞选获胜的一方。但是后来出现了就是所谓的那个拜登曲线出现了拜登曲线之后，然后就是民主党这方面呢有那个就比如说邮寄选票大量的邮寄选票，这样或者张琪这样我们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就是为什么好，你现在理由说的很清楚了，就是你觉得这里面川普是因为他认为这里面有作弊，所以他才会有后续的这些举动，是吧？是的那这样我问汪江辉一个问题就是我问汪江辉一个问题假设汪江辉我们先假设假设民主党真的作弊了，我们先有这么一个假设假设民主党真的作弊了，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你觉得川普可以有这样的表现吗？首先一点这个美国的大选是2个党监督去选主的，然后2020年大选的时候是川普还是在任的总统，所以这些就是说川普是他用尽自己的所有的权力去监督这场大选不好意思，我刚才掉线了。没事，他现在OK，我们现在这样我现在正在问汪江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假设民主党作弊了，假设这个前提成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在问汪江辉，那么这种情况下，川普可不可以做这个发生的这个1月6号这些事情我们听听他怎么说。我的意思是说，
2020年大选的时候是川普是当美国的总统，按照正常逻辑，你应该知道，川普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执政情况下，你觉得民主党作弊是个好事情还是一个坏事情？然后川普在每一个州都打了官司，都说有舞弊行为，结果每一场官司都是失败的。美国的你可以相信美国是两党制，可能有点腐败的问题。如果说你连美国的这个民主选举都存在质疑的话，那美国是民主灯塔吗？如果说怎么说呢？1月6号这个事情，如果说我就是说的，希拉里最起码他当时他的选票其实他已经超过川普了，他就是各个州的那个选票没有超过川普。希拉里都能够一个女人都能体面的向他的那个竞争对手道贺，而川普呢，从大选开始就开始造谣，这个州选举造弊造假，那个选举造假。他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他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他把美国走向一个分裂，走向一个两极分化。你把所有人住在桌子上面是你的能力，你让一桌子人刚好好吃个饭，你把桌子一拍滚蛋，那是你的本事吗？这是你的无能，你的懦弱。他丧失一个领导人该有的一个品质，愿赌服输，而不是抵赖。那这一次大选2020年这个大选他获胜了，他怎么不说大选有舞弊呢？中期选举现在马上开始了，他就开始说大选有舞弊了，这个有危险，我输了就是舞弊，就是作弊。他有一个政治课的一个脸面嘛，一个我是看不到的。你看到的他的优点，可能就是你在麻痹自己。川普他虽然老了，他可能反应问题有点慢，他是一个老人家，我们要尊重他。他尊重美国了吗？他尊重那些他现在所作为值得我们去为他去辩护吗？川粉现在相当于就是毛时代的红卫兵，毛主席他日理万机，他不知道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是90后或者70后、80后，已经不是像50后、60后唱着毛主席赞歌的时代的人了。我们最起码要明白一个事实，当所有都崇拜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我们崇拜的是魔鬼还是上帝？这是一个人该有的理性与克制，而不是说我们一边倒的，我说我反对川普或支持川普，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导致我反感他或者喜欢他，而不是他喜欢他这个人，喜他那个人的性格。你说他制裁华为，制裁中信，结果呢？你可以说他书面上制裁这制裁那，今天川普政府现在已经把国安19年那个暴乱时候制裁那些那个香港的那些高官，全部都给豁免掉了，现在不制裁他们了。像现在的香港是什么时候的香港？是川普执政的时候香港吧？香港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变成臭港了。你说这是民主党的问题吗？你把所有责任推给民主党，那要共和党干什么？人要坦荡的承担自己的错误。川普是一个承认自己错误的人吗？他说过自己一句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他是一个80岁的老混蛋，只能这样说。你们这样啊，我们进入到一个自由辩论的时候啊，张琪就说你也可以随时都可以回击啊，你们都可以辩论起来。那刚才王家辉说的这一番话啊，你有什么看法？王家辉说的就是我总结一下，就是说他就是说那个把选举舞弊就是下一个结论，
就是说汪江辉认为选举舞弊是川普的一个谎言，就是说事实上不存在就是选举舞弊这件事儿，是吧？这是那个刚才王家辉说的第一点啊。然后王家辉说了这个香港的问题，就是说那个香港现在由那个香港变臭港，不是民主党的问题，是共和党的问题，或者说是川普的问题。就是我大概就是那个总结出他刚才发言的这2点啊，就是说那个他的观点啊。那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说选举舞弊这件事情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就是现在还那个就是美国现在还没有下一个定论呢，就是现在还没有说开庭啊什么的就把这件事儿给定下来了。就是说那个民主党那次是窃选。或者就不是窃选啊，就是川普的诬告啊，这件事儿现在目前来说，就是都是一些就是各方面的我觉得就是各自阵营选择相信自己那个相信的东西，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目前呢，就是通过就是一些已经那个就是流传出来的这些消息呢，就是说邮寄选票，还有这个就是非法移民注册那个就是选举，非法移民参与选举，这些事实也是这个正在川普政府也是正在那个就是着手调查这些事情啊。就是目前我不能说这件事就是就是川普败选那次就是因为选举舞弊，还是就没有选举舞弊这件事儿，我现在也不能下这个定论，因为美国也没有下这个定论呢。只是我选择相信存在选举舞弊，就是根据我获得的这些消息吧，啊，或者是我对民主党的一个判断啊，当然这是一个主观的啊，这我承认这是一个主观的。那同样都是那个美国人，可能也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的。而我是选择相信存在选举舞弊的，这是因为目前也是有一些证据，就是说那个披露出来了。这样啊，张琪啊，那个我们今天不聊这个选举舞弊究竟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啊，这个我们今天聊的是川普这个人。是，这是我刚才回应那个就是王家辉那个。对，我想刚才王家辉的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你没有 get 到啊，我给你总结一下啊，他有一个点是说呢，说你们这些川粉啊，对这个川普好像有一种个人崇拜的这种劲儿在里边，就好像是川普做的任何的事情，无论是法律已经定了的，或者没定的，或者像你说的有一些事实啊，还是悬而未决的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川普做什么，就好像你们川粉都可以替他找到一个解释，都可以给他去圆这个场啊，都能理解他，好像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毛病的这么一个圣人似的啊，就像一个就是像原来的这个红太阳毛泽东，就是刚才汪江辉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这个点你应该回应一下，就是你作为川粉，你对待川普是这样一种感情吗？就是你崇拜吗？好的，那我回答一下吧。就是说，从我个人而言来说，我对川普有崇拜的感情在。就是说，你用崇拜这个词儿来形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说，但是你说是无条件的崇拜，就是川普做的一切事情，我都觉得是对的。就是拉屎也是香的。这个我觉得那个倒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啊。就比如说川普有一些就是他们 MAGA 呀，或者是共和党有一些议题，我也是不赞同的。就说那些议题我是反对的，甚至说可以说是反对的啊。比如呢？举些例子，比如说那个就是堕胎权这件事儿啊，就是妇女堕胎权这件事儿。因为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就是宗教的就是背景的，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形成的这样一个就是价值观吧，啊，就是说有 MAGA 阵营的人，比如说查理科克，就是
强硬的那个反对堕胎权这回事儿吧啊。所以在这个议题上，虽然查理科克这个人也是我比较欣赏的一个人，但是那个在具体的这些事情上，我是反对的啊。就是说，不是他所有的那个议题我都是同意的啊。那你说我对川普有没有那个崇拜的成分？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觉得川普这个人的他的个人魅力我是欣赏的啊。所以说，你说我是对他有崇拜的成分，我觉得是的。但是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吗？我觉得不是啊。那你这样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啊？就是你说他的个人魅力你是崇拜的，你这样你也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就是哪一点啊最吸引你？我觉得就是他的就是说真实吧，我可以说是真实啊。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是川普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喜欢乱说话。就是说叫做大嘴巴，或者说他那个就是口不择言，有的时候就是说他说的话可能是不太经过就是修饰的一些平民化的语言这个就是在我看来是我欣赏他的一个点，就是说他跟传统的政客就是的区别吧，在我看来啊，这有可能是就是反对他的人讨厌他的部分。然后是我喜欢的部分。不，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我们让汪江辉说两句啊，因为真实，我们先回到这个词啊，不是川普的真实或者谁的真实啊，就是我们笼统的说真实，真实应该是没有人讨厌的，我觉得，对吧？真实、真诚，应该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品质啊。那好，那么张琪刚才说的很清楚，他对川普有一点崇拜的感觉啊，那你比较喜欢他的这些。为人的有一些东西，刚才我让你举了一个最具体的例子，你说的是真实，你觉得川普很真实啊，有些话是没有像过去的政客似的非常虚伪的去包装一下，是吧？就直接说出来了，你觉得很真实。那我觉得就围绕这个点，我们让汪江辉说两句啊，你们得辩论起来啊。你觉得他真实吗，汪江辉？他说真实的时候，我就想笑。我看见你笑了啊，所以我才让你说话。川粉认知中的真实，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就是两个字：愚蠢。川普真实吗？真实。他在那个车子上面说：“我可以随便抓女人的下体”，这是真实，是吧？然后他直接打电话给那个足球协会的国际协会说，那个人不要给他红牌，很真实。这叫愚蠢，不是真实，老大。政客要学会圆滑的去对待事情，不是说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承担责任的。你是一个国家的领袖，就是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你想真实，你真实给谁看？你叫愚蠢给谁看？为什么国内的小粉红那些人说还接着想让川普继续干下去？他们都知道川普是在给美国捣蛋的人，连你们的认知连小粉红都不懂吗？现在你就跟他张维维什么那一个几个国师级别的人物，你跟他们讲，你觉得是共和党好对付还是民主党好对付？他们100%说共和党，说民主党不好对付。说他们说川普的智商就是小孩子一样的，想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政治是这样做的事情吗？不要协商吗？不要两党协商吗？他是皇帝吗？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拿国家开玩笑吗？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政治是很残酷的事情。你感觉的真实，其实在所有他的敌人来讲就是愚蠢。他9月份要访华了，他9月份习近平要去访美了。他去访华的时候，对习近平的赞美之声，你没听到吗？你不会又说这是谈判的艺术，他是在赞美习近平，其实他背后里面不知道做了什么下一盘大棋呢。不要再愚昧的去欺骗自己了，我们要尊重现实。现在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老大，反移民的浪潮是从哪里兴起的？美国。全世界都在反移民，是哪里引起来的？美国。
自由灯塔美国造成的，是川普引起的，全世界都在反华，都在反对。你可以说反对共产党是对的，但是说在一些所有国家老百姓上讲，反对共产党跟反对中国人有区别吗？你就是共产党，你就是中国人，就是共产党。我反对反对你就是反对共产党。我们处在一个世界最混乱的时代，世界上面，你翻开历史，每个时期的前30年代都是很动荡的。1929年美国大股灾呢，我们才在这个岁月静好的时代才多少年，改革开放才多少年。世界川普是把这个世界破坏这个世界的秩序，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如何去赞美这一个把世界这个秩序给破坏的一个人。可能你说是真实的代价是什么？是全世界都向中国靠拢。来，张琪。好的，回应就是我根据你刚才就是说的，就是我能够那个回应的，就是有一个你说那个习近平要访美了是吧？就是你觉得习近平访美在这一点上有什么问题？就是我想请你回答一下。就是对于川普来说，就是习近平访美有什么问题？你觉得一个坚决反共的人，天天说着要打倒共产党，或者说对共产党、对共产体制非常憎恨的人，然后邀请他的最大的一个敌人到他的国家去，像欢迎亲人一样的去欢迎他，这是一个示威还是示好呢？他的表达的是善意还是恶意？好，我回应一下啊，你刚才说就是川普像欢迎亲人一样欢迎习近平，这个结论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就是他为什么是像欢迎亲人一样欢迎习近平？根据现在的，你可以看推特上面最火的一条帖子，现在川普骂的是所有民主国家的总统啊、北约理事长啊，几乎都是批评，然后他赞美的都是这些人，金正恩，然后那个匈牙利的那个前总统，然后普京，然后习近平，他赞美都是些什么人？他赞美一个，你说他真实嘛？他就是真实的，去赞美那些独裁者，然后去真实的去辱骂、去打击那些民主国家的总统、总理，是吧？这就是你所喜欢的真实吗？这些能让你得出一个结论，说那个川普像欢迎亲人一样欢迎习近平吗？你说川普是一个真实的人吗？既然他真实的用语言表达了他的感情，那就是说，我喜欢习近平，习近平是一个很好的领导，然后普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是你说的他说的他的真实啊，他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他真实的就是说北约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怎么样，这不是你赞美的一个人吗？他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我只是说用你的说法去用来对等，是不是？你说真实，他就用他的推特，用他的那个传播软件，就说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张琪，我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个你觉得川普对于习近平的这种赞美有过，对吧？他说习近平是一个什么特别聪明的人啊，是一个什么特别能干的人，什么反正这些话都说过，对吧？这个不用否认啊。那你认为他在去夸普京啊，或者夸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的时候，你觉得他是真实的吗？不是真实的。就是你觉得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恭维，或者说是假的，是吧？这就是场面话嘛，很简单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听其言观其行
就是说，如果他的言行是一致的话，那你就认为他是真实的啊，他说的话就是真实的。如果他的言行不一致的话，那他的发言就是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恭维，就是表面上的恭维，或者是一些就是说一些面子话吧啊，就是外交辞令，可以说是外交辞令。那这样啊，我觉得这个点上我换过来，我问汪江辉啊。我觉得张琪刚才解释了一下所谓川普的真实啊，他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啊，叫言行一致啊，就是有一些政客的场面话，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去深究了啊。他的意思是说，无论川普对习近平的恭维或者表面上有多么好客什么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先不谈了。张琪的意思是说，实质啊，川普也好，包括他整个这个团队啊，卢比奥什么的，他们所做的对华的政策和一些举动，那我觉得张琪喜欢的真实在这个点上。那我请这个汪江辉，我们在这个点上，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和实际产生的这些效果吧，啊，你觉得你能接受吗？川普就是一个说政策上面永远是说的很高大上，说的整的无比正确，但他实际操作上就是一堆烂摊子。他那个巴以冲突一样的，他轰炸那个，轰完之后，然后赔偿1300亿美金，就是自己打仗了，自己打完仗自己还赔钱，还在那个是吧？那个耻辱的会所又在那里签了一个，那个会场又签了一个协议，是吧？然后那个以色列跟那一个很多川粉大量的骂川普，就是一个川普一个倒戈的一个事实，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嘛。然后前2天，然后川普性侵的一个女受害者获得了川普560万的一个美金的赔偿，也是前几天。川普是一个，你可以说川普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是川普他作为一个总统，他是一个失败的总统。他对移民的态度，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不是反移民，他是反其他种族、反种族的那种态度。现在这个总的环境下面，你可以说你支持川普或者反对川普，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这个世界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向坏的方向发展？我们要明白这一点。这个美国是全世界最有实力去反对共产党，去跟他抗衡的一个组织。但是美国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现在美国那一个老死不死的那个共和党的那个党鞭那个男的，他前几天说他要死了，没死。然后他老婆赵小兰是之前的美国的交通部部长，只要共和党一上台，赵小兰就是美国的交通部部长。这个赵小兰他前几天还去中国去了。你觉得如果说我就不用我去猜测或怎么去想，赵小兰什么通天的本领，为什么能够轻轻松松去北京去跟那些官员去交谈、去谈判、去会议？这不用我去明说吧？他是共和党的人，交通部部长。他奥巴马执政的时候，奥巴马把他撤下去了。只要共和党一上台，他就是交通部部长，一个女的，他权力通天吧。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2党执政或多党执政，它的一个前提是，这个国家哪怕换任何总统，他的国家的方针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他国家还是稳定的发展下去的。假如说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一样，如果说美国川普就完蛋了，没有川普就完蛋了，那美国就应该完蛋。如果像我说的，如果说拜登甩上去了，我们说拜登如果没有当总统，拜登就完蛋了，美国也就完蛋了，那就美国也就完蛋下去吧。一个国家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存在或者没有不存在，他就完蛋了。一个国家如果历史上面只有英雄的国家，那个国家不叫国家，叫部落。我们不需要部落的首领，我们需要是个为文明发声、为正义发声的一个有能量对抗邪恶的人，而不是说
像你说的，他写了一本书叫《谈判的技巧》，怎么谈判，怎么，他谈判的挺厉害的，做生意7次破产了，做生意破7次还是6次，破产了7次6次，这意思是把美国搞破产，是不是？他应该再出一本书，怎么把国家搞破产。如果说奥斯卡如果说再拍一部电影叫《川普》的话，那肯定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最热卖的电影，它是美国史上、世界史上一个文明的耻辱，是人类史上一坨屎，就像我背后的那个，我这个下面的后面的那个背景墙一样的，是美国总统山上的一坨屎。这样，臭不可闻。王江辉，那个稍微控制一下情绪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刚才说到一个很重的词啊，你说这个川普啊，等于是美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就是按你说的，等于算是最大的耻辱了啊。是一坨屎啊，最大的耻辱。那我想问你啊，你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你觉得川普做的哪一件事儿足以配得上你给他的这个评价，就说他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的一个毒瘤啊，或者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反正 anyway 就这个最大的这个帽子扣在他头上。你要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举一个就可以。你觉得哪一个事情是川普做的足以配得上你这个对他的评价？1月6号冲击国会那件事情，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全世界独裁国家最开心的一天。这个东西不管是选举作弊不作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在任总统会让自己的支持者冲击自己国家的国会，是说他然后自己执政了，又把那些暴徒给释放了，然后称他们为伟大的爱国者，这是美国之耻，永远在历史长河里面永远抹不掉的一个伤疤，美国的伤疤。那好，我们让张琪来说两句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1月6号这件事情啊。张琪，你呢不要再分析这个事情的这些来龙去脉了啊。我们直接进入到这个汪江辉说的这个点。他认为呢，1月6号川普的这个做的这个所作所为啊，是刚才说了整个人类的伤疤呀，或者是美国之耻啊。你觉得这个评价公允吗？或者你认为是不是有点过了呢？我们想说的是这个事情的影响，对吧？1月6号这个事情造成的这个后果，你认为真的像汪江辉说的，对于美国或者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这个冲击造成的不好的影响有这么大吗？你来聊聊这方面。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就是评价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没有能力评价这件事情，我只能说举一个例子，美国的政策，就是川普冲击国会这件事情是一个国际新闻，就说天下皆知，是吧？就说这是一个摆在桌面上的事情啊，确实是这件事情发生了啊，而且川普反对非法移民的政策也是天下皆知的啊，从他一上台就开始推动这个政策啊，在这些前提都同时存在。也是大家都知道，川普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价值观，有这样的政策的前提下，川普在第2次选举失败之后，隔了4年之后，他在跟拜登和哈里斯竞选的时候，他获胜了啊，他获胜的前提是美国人民知道他，或者说他引导了。冲击国会事件，或者说他一手推动了反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啊，在这些事实都是同时大家都知道的前提下，美国人民第2次选了川普，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的回应吧啊，至于我。个人怎么对这件事情？你认为1月6号这个事情其实所造成的不好的影响，并不像汪江辉说的这么大，就是一个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刚才也是回答了，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就是川普不是就是毫无理由的就说后果。张琪，我问你的是后果。
不是原因，是后果，就是造成这个事情之后的造成的影响，你觉得恶劣吗？不可修复吗？还是说像汪江辉说的这么大的裂痕？我觉得不，没有什么，就是没有负面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正面的啊。再解释清楚一点，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应该去辩论一下啊。你看，现在等于是都不是一个灰色，现在都不是灰色地带了啊，现在是完全的一个非黑即白的嘛。那张琪认为1月6号这个事情是没有负面影响的，甚至有正面影响的啊。那在汪江辉的嘴里，就是1月6号这个事情造成的这个不只是有负面影响，而且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事情，对吧？那可以把什么这个川普钉在这个什么历史耻辱柱上的这一个标志性事件，那你们俩对这个事情的评价完全是两极分化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再多聊2句啊，让我们听一下你们的各自，你们可以互相插话啊，不用我来主持，你们可以自由辩论一下。那我说一下吧，就是说，我认为冲击国会这件事情，它的影响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的原因就是冲击国会是有它的前提的，不是就是说平白无故他就去冲击国会了。它的前提就是川普认为，选举是有作弊存在的。这是一个前提，而且他的支持者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冲击国会的这部分人认为民主党或者拜登，就是他通过作弊的方式，就是取得了这个胜选啊。当然啊，我现在不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至少川普认为是真的，川普的支持者认为是真的啊。在这个前提下，就是发生了冲击国会事件。那么我作为川普的支持者，我认为也是真的，也是存在的。就是说，拜登曲线这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疑点啊。就是说，川普的支持者认为就是选举舞弊是存在的，所以发生了冲击国会事件。那么冲击国会事件呢，它本身就是对美国选举制度的一个怎么说呢警钟吧。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民主国家它的基石是什么？就是选举。那么如果选举它是就是可以作弊的，那么这个民主的基石就已经不稳固了啊。当然，我说的是我的观点啊，就是选举作弊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现在还是一个就是没有定论的事情，对不对啊？就是说，川普的支持者说是存在的，川普的反对者说是不存在的。那么我说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或者说川普的支持者，我认为是存在的啊。那么在这个逻辑的前提下，就是说，假如选举作弊是存在的，那么冲击国会就是对这个选举就是漏洞。选举这个制度的不稳定的一次警钟，或者是让大家都明白，美国的选举并不是完美的，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有问题的，有问题就要修复。如果有问题，它在那里头就始终存在的话，那么这个选举最终你也知道，民主制度有就是完美的民主制度，也有不完美的民主制度。你比如说俄罗斯也是号称是民主国家，对不对啊？那么就是民主它是有一个就是等级的划分的，就是说完全民主，或者说部分民主，或者是事实就是表面上的民主，事实上的独裁，这都是存在的。就是说，如果美国的民主它的质量正在下降，那么冲击国会事件就是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是我的观点。好，我觉得这就是张琪为什么认为1月6号这个事情是正面的啊，有正面效果的和作用的。好，汪江辉来回应一下。在川粉的眼里面，川普那坨屎，川普说是香的都是香的。这么的，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报道、所有的新闻都说，美国川普失败了，拜登胜利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政客都在与川普为敌，都说美国川普都在为拜登这个作弊，是吗？你们所谓的说
全世界有些人支持川普，说这个大选是作弊，有多少人？你去问那一些稍微智商健康一点的人，去问一下他们，2020年美国大选是不是作弊？他们都会说哪里作弊了。如果说你连美国的大选都存在质疑，那民主的价值在哪里？就你刚才所辩解的说，你说民主也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独裁也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了。我可以问你，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你刚才说就是如果对美国的竞选都存在质疑的话，那么民主还有价值吗？就是你认为美国的竞选制度是不能怀疑的，是吗？就是说，或者说所有的民主的制度都是不能怀疑的，是吗？我首先说一点啊，首先，川普是不是已经对所有的州都打过作弊的官司，所有的结果都是败选，这都是失败，都是败诉，这是不是事实？是不是已经有了结论？而你们却堂堂正正的说，现在还没有结论，还在调查之中。怎么样调查？调查到天荒地老吗？还是500年后？让川普写封书，还是让拜登写一个认错书，还写个悔过书？事实摆在眼前，判决摆在眼前，你们还不尊重事实，然后还在说美国，说那一次说拜登窃取了胜选，窃取了大选，不要自欺欺人好吗？我们要尊重事实。首先，2020年大选拜登赢了，赢就赢了。2022年，2020年，然后2024年川普胜了，拜登跟川普是不是和友好的交接了那个权利？他是不是在白宫欢迎川普？这一点上面，川普是怎么做的？他体面吗？他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他做了该做的样子了吗？他输的光彩吗？他赢的又光彩吗？他不是靠那个马斯克到每一个那个摇摆州里面去拉选票，说你只要选川普，我给你多少万，给你多少万，然后抽奖，是不是？这是不是事实？这是拿钱来买选票。我们从来没有说没有哪一个川黑在，没有哪一个川黑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好吗？你刚才说就是用钱来买选票是指什么？只要马斯克到摇摆州里面，然后说在那个州里面，然后你只要选川普，然后在那里面抽奖或100万美金多少美金，是不是事实？好几个摇摆州都是这样弄。我回应一下可以吗？你说就是马斯克就是这个行为是用钱去买选票，对吧？对的。那你觉得他违反美国的法律吗？在这一点上，最起码是有贿选的可能的，贿选的可能是有没有？马斯克的行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公开就是对的嘛，公开就是没有错嘛。据我所知，就是目前美国的法律没有对马斯克这个行为做出一个有罪的判断，或者说认为马斯克的行为是违法的。你的行为不违法，但是可耻。你做了这件事情，法律上面不能严惩你，但是你的行为遭人可耻，遭人鄙夷，懂不懂？就像你在这上面做了什么坏事，法律上面是一个漏洞空白点，你引以为豪，人家对你嗤之以鼻呀，这是耻辱啊！你还在那里炫耀，你看我做的事情没人找我麻烦，我很光荣，是不是？你认为就是说那个一个企业家对政治人物进行就叫做政治献金。就说我给政治人物捐款这件事情是可耻的，是吗？就说这件事情在民主党那方面也不存在，是吗？就说没有一个就是有钱人或者说企业给民主党的那个竞选捐款，是这样吗？我没有说不是，但是说像马斯克这样公开的，
说你选择民主党，我给你抽奖那种形式，是不合适的，是作为一个这个资本家或者是像他这样的人，不应该过热的去投入政治。那我觉得我问你个问题，就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应该还是不应该，它的标准是什么？就像你说的，川粉认为，然后川黑认为，你觉得在一些正常的人眼里面，你如果说你是支持这个，我问你，在一个社会当中，就是一个人做任何行为，应该还是不应该，他的标准是什么？一个是法律层面上，一个是道德层面上面，他可能在法律层面上面钻了漏洞，但是道德层面他是不耻的。那我再问你，为何就是在马斯克公开做了一件有违道德的事情，来支持川普竞选的前提下，川普还赢了呢？就是这件事情，难道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选川普的这些人都是没有道德的，是吗？就是因为马斯克这个行为是公开的呀，对吧？马斯克是公开这样用这个钱来支持川普竞选。然后美国的民众是在知道这个前提，知道马斯克公开支持，就是用钱来支持川普竞选的前提下，选择了川普。你认为这部分选民是无耻的，是吗？首先，美国是两党制，共和民主党这两个党。我不说没选，很多川粉的辩解是很多川粉的辩解是，我不是支持川普，我只是支持共和党。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再做到川普做到我不是支持川普，我只是支持共和党，是不是这个道理？他只是支持共和党，但是说很多人他的心底他是支持的是川普，川普能拉动选票，是吧？我刚才的问题你可以回答一下吗？就是说，你认为我不说那个不支持川普的这部分人啊，就说支持那个支持贺锦丽的那部分不说，就只说那个支持川普的这部分人，就是支持川普的这部分人在知道了那个马斯克利用公开的这种用钱来那个支持川普竞选这种行为的前提下，选择了川普。你认为这部分选民是无耻的吗？我已经说了，美国是共和党跟民主党是两个党竞选执政。你可以直接回答，你可以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没有说他们无耻，但是说我可能说有些人是无耻的，有些人是被欺骗的，有些人无耻，有些人是被欺骗。那你指的谁被欺骗了？哪些人被欺骗了？就那些虔诚的宗教徒，或者是虔诚的共和党党员，那些党员，或者是那些这铁锈州的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一些老百姓，比比皆是。好的，我问你，虔诚的就是宗教信徒，还有你说的刚才什么铁锈州的这些人，他们不知道马斯克公开用钱来支持川普竞选吗？他们肯定知道。这件事他们被蒙蔽了吗？我不是说这个东西啊，如果说你认为合适，你就赞成；如果你不认为合适，那你就谴责。但是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但是历史自有公论。就像你说的那个116那个1月6号那个事件，有很多那个川粉把1月6号事件比作天安门大屠杀呢，天安门事件呢，说是美国的天安门事件。你说这些川粉说出这样的话，你说是什么东西？有吧？不是我造谣吧？是哪一个川粉说的？说是那个1月6号那个冲击国会，相当于北京天安门事件。两个人能对比吗？我问你，我说一个例子，20年的时候，美国大选的时候，国内那时候是支持川普的川粉，有些川粉是虔诚的，有些川粉是会做生意的。有一个大 V
他卖酒，他自己建了一个群，然后呢，他在那个群里面赌博，然后赌博的筹码是什么呢？是酒，就赢的人也买他的酒，输的人也买他的酒。他就是说，你下川普赢多少箱酒，你下川普输多少箱酒，反正他不亏啊，他在中间赚钱就行了。结果他的川普大会的，他怂恿川粉的，然后川普输了，他自己挣了很多很多钱。然后还有一个叫李慧芝的一个大陆的一个民主人士，他2011年7月份去世的，自杀掉的。再过2天是他6月份的6月，我是想告诉你，我是想告诉你，国内如果说一个人好或者坏，一个国家好或者坏，首先是这个人有没有凝聚力，能不能把这个国家给凝聚在一起，或者这个人能不能把所有人给团结在一起，这是不是事实？假如说一个人把一个国家搞得越来越分裂，或者一个人把一个组织搞得越来越分裂，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或者对一个组织来说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你自己去衡量。川普是不是加剧国家去分裂了？这个是不是？我可以回应一下吗？啊，张琪，你说。就是说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问你，选择川普的这部分选民，他们在知道马斯克用钱来支持川普的前提下，仍然选择了川普啊，就是这在你看来是不道德的，就是马斯克用钱来那个支持川普是贿选啊，是不道德的，是耻辱。那美国人民在知道这个前提下，仍然选择了川普。那这部分人，你认为他们是在支持一个不道德的行为、不道德的人是吗？就是说他们本身或者也是不道德的，或者是被蒙蔽了，是这样吗？或者说啊，刚才你又说了第二个问题啊，你说历史自有公论。就是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历史自有公论，就是现在历史仍然是处于一个没有浮出真相的状态，是吗？我们属于当局者，等我们的下一代或者说更年轻的人去看清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可能都是不同的观点。我们属于下棋的人，观棋者会知道这个棋到底是谁走错了，谁走对了。这是一个事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啊，这个一个所谓的历史定论，随着不同的时代，确实是会发生变化的，对吧？因为我确实看到不会有一个人是100%完美的，从来不做错事儿的。那我也没看到说有一个人是100%邪恶的，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不可取的，对吧？这就是我们一直说要拒绝二极管思维啊，非黑即白的。其实是的。OK，你们前面的对话很好啊，很激烈啊，我们观众可能已经从很多角度去听了，但我现在想在后半段呢，我们找一点这个中间的灰色地带啊，就是我先问张琪好了啊，这个待会儿这个同样的问题我也会问王江辉，我想问张琪呢，就是说你是一个川粉，但是呢，我想让你现在回答我，就是川普做的事情里面，你能不能说出一件？是你非常不喜欢，你非常不认同，你觉得他做错了的，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就从那个让我想一想吧，我真的就没有，我脑子里没有这样啊。你现在去想这个问题啊，一会儿你再来回答。那我先问汪江辉，汪江辉，你其实这个问题上次咱俩对话的时候我问过你啊，但是毕竟这个时过境迁啊，这我们是一场新的对话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要再问你一遍。就是你作为一个这么讨厌川普的人啊，你今天的这个发言的这个言辞也很犀利啊，但是我还是想问你，就在
川普这个人身上，或者你特别讨厌他，我就问你，他作为美国总统啊，在这个第一任任期也好，第二任任期也好，他所施政里面做的这些事情里面也可以啊，有没有哪怕一件事儿，你认为他做的是对的？可能是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律师被释放，然后送到那个美国去了嘛？我感觉这个事情做的还是比较有一点的可取的，是让一个人获得了自由。但是中国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应该也应该像他一样的获得自由吧？是吧？那你认为，我再追问你一句，就是你认为川普作为这个美国总统啊，因为我们知道你一个人是不可能影响美国啊，影响这么大。就川普他不是说所有事情都可以由他说了算的，对吧？他有他的团队，他有整个这个制度，他有各种的这个权力的制衡。这个国家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啊。那虽然他的做派上跟过去的美国这种民选总统好像有很大的不同。但我还是想让你聊得更多一点。你觉得他是不是有一些更多的有一些政策啊？其实可能无论对于美国或者对于对抗中共，或者促进这个世界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就是哪一些政策，或者他有哪一些做法，你还能想到吗？这个我感觉这个。反正他的反面教材太多了，只能说他的这个种种事迹只会在未来给美国的好莱坞创作很多灵感。如果说按照政治上面层面嘛，只是荒诞剧，他只会给美国以后的那个好莱坞剧本。就你认为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副总统 Vance 还是这个卢比奥啊国务卿啊，就是 OK 他整个这个施政团队。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无论对内的还是对外的，这么多，因为每天他们都在做很多事儿嘛，对吧？美国每天都在做很多事儿，你觉得这些事情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是吗？就是只能在以后被好莱坞拍成一个荒诞剧的，作为素材，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吗？他们做的这些政策里，你觉得？他现在所做的东西都是瓦解盟友，让盟友去跟中共拉拢关系，然后贸易战、贸易来贸易去，美国的物价涨来涨去，代价是美国老百姓，然后 ICE 抓来抓去，打死了几个美国公民，然后中期选举还没有选举开始就开始美国大选，这个中期选举有舞弊了，他开始算命了，开始预知未来了。然后又开始说这个他做的事情太荒谬了，在当代这个网络时代，尤其这个时代。然后前几天那个世界杯又开始打电话给那个OK， 这样啊，王家辉，我打断一下你啊，就是说 OK， 就是在你的认知和你的判断体系里啊，在你的价值观体系里，那可能川普做的99.99%的事情，在你看来都是荒诞的，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可取的，都是要批判的啊。OK， 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那0.01%或者0.001%有没有？就是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你在他所做的所有事情，你看不到任何的亮点吗？我觉得他们或者你认可的点啊。我认为他们执政党有一个亮点，就是他把共产党给单独的跟中国人民区分开来了，就是说共产党是共产党，中国人是中国人，他把这一点给区分开来了，就是说这一点要透彻，要透开，要让大家明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共产党也不代表中国人民，共产党只代表一个在中国非法执政的一个政党。可能他们的执政这个共和党在这一点上面，在他们的这个表达上面，他还是比较犀利和比较透明的，这一点上面可能没有民主党那样稍微那样犀利或者公开。
那我再追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都是中国人啊，对吧？无论是现在在什么国家啊，但是都是很关心那片土地的啊。那也聊到川普呢，或者聊到美国的一些国际政策啊，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说会对中国或者中共国啊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你认为目前川普这个政府他还要继续执政下去一段时间吧，对吧？那你觉得实际上如果换民主党政府上来，会对这个压制中共会更好，是吗？我对美国这个两党执政其实是不抱有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期待的，因为美国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去帮你中国人去推翻共产党。在49年之前，美国已经背叛了中国人民，他选择了不给国民党提供物资然后支持共产党，让共产党夺得了大陆政权。所以说美国已经背叛中国一次了。现在美国是两党执政，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政客，他关心的是自己国家的国民自己的情况，他们只会说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垮台的时候去推一把火，去打开一个门，但是他们没有义务派自己的军队派自己的人民去帮中国人去打倒中国共产党。所以说我不期待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他们去对抗，他们用自己的武器或者怎么样去武力对抗中国，这是不现实的。我希望的是美国或者其他欧盟国家能够放开中国人那些人的签证自由，然后迁徙自由，让更多能够渴望自由的人去向他向往的自由之地去迁徙去生活，而不是越来越苛刻的把大门打开，让中国自由的人无法去渴望自由的人去向往他自由的地方，无路可逃，无路可走，无处可逃。我觉得这是最可悲的。就是你的意思是，其实你是希望整个这个世界啊，然后由这个欧美啊引领这个文明发展的，构建出一个更自由的、更文明的啊，能让一些中国人就是很苦难的有地儿去逃的这么一个地方，是吧？然后你觉得目前川普的存在对于构建这么一个世界是有阻碍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那这样啊 ，OK， 我现在换来问张琪啊，你应该思考的差不多了啊，还是这个问题。那你作为一个川粉，那你甚至说了你会有一点崇拜川普哈，对吧？那我觉得刚才汪江辉已经虽然很少，但是他也找到了那0.001%啊，说川普还算做对了的事情啊，比如说解救了那名记者啊，包括把中共和中国人区分开来啊，就找到这2点。那我现在来问你了。你能不能找到川普身上的这个你觉得是缺点的，你觉得这个做的事情是很糟糕的这个政策，或者这一件事儿是不可原谅的或者什么的 anyway 啊？就是我觉得川普身上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的语言不够谨慎啊，这一点就刚才是我说了，他的这一点也是我欣赏他的一点，就是我看来是比较真实，但是呢，在那个政治操作上啊，他这一点就是成了他的弱点，就是因为政治他有的时候需要妥协，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所谓的手腕，那么他这个所谓的就是他这个语言比较就是随意，造成了他的很多政策不能非常完美的执行啊，就是他缺乏一种就是控制情绪的这种能力吧啊，或者说是更加完美的那个就是控制情绪的能力，就是说在我看来，它既是一种他的性格优点，也是他的一种性格弱点啊。那你觉得川普的这种，就是在反对他的人眼里啊，或者说在川黑眼里，觉得川普太
肆意妄为了，就太任性了啊！就好像他想干嘛就这种任性，好像就有点接近于一个独裁者的做法了。那你觉得川普现在还受美国的宪法或者这些东西的制约吗？是的，是的。你说那个川普有那个独裁者的倾向，这个我觉得不否认我不否认这一点，就是说他想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他就需要更多的权利，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大家都能看出来啊。那你说他现在还受不受宪法的那个就是拘束？那当然受了啊，他仍然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利维坦嘛啊，不是那实际上你的这个回答就更多的有一点像是结果论了嘛，就是说 OK， 他的大嘴巴或者这个不够圆滑，或者说这些东西你刚才分析的这一切啊，那最终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如果这个结果好，可能你们川粉就会说啊，这都是他的策略，都是他的特色啊，反正最后结果是好的，它好像是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但如果结果不好，那这事儿就麻烦了，对吧？那所以我也想把刚才问汪江辉的那个问题，我同样问你，你觉得川普和他现在的这个团队的继续这样的执政啊，延续他现在的这些策略、这些方针，对于中共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因为刚才汪江辉说了，他觉得可能不会有好的结果，那你怎么看？好的，我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就在昨天还是前天，川普就是他有一个公开的演讲啊，就在最近啊，这个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啊，就说他首先那个拿出一个证据说，中共在就是川普的第2期竞选上干预了美国的选举，就说中共利用他的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间谍手段吧利用他的就是间谍资金干预了美国的大选。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就是中共对美国渗透的一方面，就是干预大选是一方面。那当然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是方方面面的啊。川普是他现在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他的目的就是反共反中共和反共产主义反共产主义呢，就是对比如说纽约州的这种那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的这个思潮的警惕反中共呢，就是中共在全球的这种渗透自由社会的渗透我认为就是中共是往后的几年吧，就是剩下最后几年，川普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他的。我觉得你还是挺乐观的啊！我也在这个点上呢，其实找到了一个川黑和川粉未来有可能达成一致的一个点如果有一天，在川普现在的这些政策这些政治上的举动，最终导致中共垮台了，我觉得可能川黑对他也就没那么大意见了，也许我不知道。所以呢，我现在想问汪江辉我们进入到今天这场对话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也这个同样的问题我还是会问你们双方。那我先问汪江辉，汪江辉，你觉得什么情况下你有可能，我们不说你从川黑变成川粉这可能不太可能但是呢，你至少从川黑变成不是川黑你不用粉川普，但是你至少不再黑他了，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什么情况下发生什么事情你会这么转变？首先我不是，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已经过了那个偶像崇拜的年龄了，就说政治这个东西说不好听的永远是圆滑的，永远是功利的，永远是利己的。谁把选票，谁能握住选票他就支持谁。
民主党、共和党只关心的是选民支持什么，他们就支持什么，他们就会说一些选民喜欢说的话。他们的所有的东西只是为他们的选民代表选民，他不会代表13亿中国人去说什么或者做什么。美国现在的矛盾是他们的经济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他们需要一个像中国一样的假想敌。中国说美国美帝主义，美国就说共产主义，两个打皮球，这个打那个打那个，打来打去，然后过几天我来访你，后来他又访他，关系就是这样的。政客永远在乎的是选票，永远在乎的是他的那个执政权利，他从来不在乎的是其他国家发生什么，他们只会当新闻看，然后看看报纸，喝喝茶，一天又结束了。你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我们现在在这个网络时代相互畅所欲言，在其他国家还有很多国家在枪林弹雨呢，还在原子弹，还在打炮火连天的，他们那些人有谁替他发声，或者有替他呼吁的？那个美国的那个极度 ICE 那个遣返营里面有多少中国人为他发声？只有几个稍微有名的人，那些人权律师或者知名人士为他发声。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呢？那些毫无影响力，可能说连他就在国内毫无作为，就想挣点钱养家糊口的人呢？谁为他发声呢？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也不说崇拜谁或者支持谁，我只想每一个人去尊重事实，去做一个爱自己的人，而不是说爱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或者从来没有被他任何影响过，被他政策所摇摆的人去崇拜他。你崇拜他的信息都是你单方面获取到的，你有没有听过其他人的想法，或者是其他的，或者你想一下，世界没有了他，会不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可能就没有这么极端，或者没有这么分裂。川普再好，如果好，就让美国变成一个团结的美国，不要变成一个分裂的美国，不要把美国变成只有共和党的美国，而是变成共和民主党两个党在一起谈判合作的美国。假如美国真正变成了只有一个共和党的美国的话，那将来也只会变成像共产党一样的美国。美国的伟大之处是美国有民主制度，有三权分立。美国最大的优点是美国有一群诚实的老百姓，善良的老百姓，然后被川普这个忽悠给忽悠到了。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世界越来越分裂，我们承认拜登败选了，我们也不会去说川普出现或者川普怎么，但是中期选举了，我也希望川粉们要尊重事实，不要到时候又说民主党又搞什么舞弊啦，川普输啦，又是川普又是在民主党又搞什么花心思啊，我希望你们尊重现实，下次大选不要再说川普那个民主党又作弊了，好吗？那这样啊，还再追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如果川普现在的这些包括卢比奥啊什么这些政策，最终真的能够导致中共的一个衰弱啊，甚至发生中国的变天的话，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对川普的评价会有什么改变吗？我从来不相信，中国人的历史从来是从其他国家来改变的。中国人的变化，要想变化，就是从自身开始慢慢变化的。美国可能就是到时候稍微制衡一下，然后双方谈判，做一个谈判的一个中间方，但他不会作为一个其中一方的参与支持者，这样的几率是微乎其微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固化的时代，除非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然后权力再次分割，不然的这样情况很难再发生的。美国的这种保守主义，这种婆罗门主义已经是越来越剧烈了。
美国关心的只是南美和北美地区的稳定，他不在乎其他地方的稳定。欧洲是欧洲的国家的，南美就是美国的，亚洲他不再关心这个亚洲的问题。现在这个世界殖民是经济殖民，不单单的是土地殖民了。你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只是一个新闻头条，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他们不在乎这些，不在乎我们死活，在乎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死活的，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无法改变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再去崇拜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接触过，对于女人性侵赔了560万美金的一个老头子，保有幻想，这是不切实际的。这是一个中国人在海外流亡的人的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自我麻痹，是一种对自己的欺骗、欺诈吧。我只能说，因为说我已经在看了太多的这个，从来很多人在这个川粉之间相互矛盾的东西，川粉已经让中国分裂了。川普是一个让中国分裂的一个人。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一个分裂我们的人，而不是支持一个团结我们的人呢？是吧？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现在愈演愈烈，美国分裂了，中国民主派之间分裂，最后得益的是谁？是共产党，是美国，是自由的，是民主的敌人，不是川粉川黑，是共产党。好啊，那我们现在来问问张琪同样的问题啊。那汪江辉的，你刚才他说的这些你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啊。那你造成分裂了啊，说你们这些川粉是在自我麻痹啊，这个崇拜一个没见过的人啊。那我问问你张琪啊，就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你有可能从一个川粉变成和汪江辉一样的川黑呢？你觉得？发生了川普违背他目前在就是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理念的事情，我就会从川粉变成川黑，就是川粉的理念叫做美国第一，就是说我首先要顾美国的利益，然后其次才是其他。这是川普的一个，就是 MAGA， 也是 MAGA 他的理念的一个核心，就是说美国是第一位的啊，欧洲也好，欧洲盟友也好，或者说是打击那个就是中共也好，或者伊朗也好，是其次的。如果要是那些动作，国际上的这些动作，如果要是对美国有利的话，那是会做；如果要是对美国无利，仅从道义的角度来说做这些事情，那不会做。如果要是川普违背了就是这一点啊，他不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了，反而去做一些道德上的事情，比如说援助乌克兰啊，比如说不顾美国的利益去帮助中国人民推翻中共。当然，我这个前提是不顾美国人的利益啊。当然，推翻中共是跟美国的利益，他俩是一致的啊。推翻中共是对美国的利益有好处的。我只是打这样的一个比方，就是说，如果川普不说美国第一，那么我就变成了川黑。因为我的理念是，美国的总统必须首先要为美国做事，其次才是其他啊，这是我支持川普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也是跟汪江辉完全相反的。我认为美国总统就是要为美国做事啊，其他国家的总统为他自己的国家做事，因为你的权利是纳税人给你的啊，所以你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为纳税人服务，没有其他的。好啊，我觉得那张琪你表述的已经很清楚了啊。那我们今天这场对话呢，我觉得做到这里就时间上也差不多了啊。我也很开心呢，就是你们两位啊，其实非常的坚定的啊，一个非常坚定的川黑和一个基本上也算非常坚定的川粉。那今天能坐下来对话啊，1个半小时，虽然中间的这个有点激烈啊，但是没有人身攻击，对吧？也没有谩骂，非常的好，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那最后呢，我希望你们
对对方说几句话，对吧？因为你们也算是借由我这个平台算初次认识，对吧？也是张琪想认识王江辉，那好，你们现在也算认识了，究竟你们以后是能成为朋友呢，还是也要在网上成为敌人互相骂？这个跟我没关系啊，你们个人选择，你们愿意当朋友，你们就可以私下里更多的去接触，对吧？好，那我们在今天这场对话的最后呢，就让你们互相有一个对话吧，好吧？就是王江辉，你有什么想对最后想对张琪说的啊？你先说，你说完之后呢，我们再听听张琪有没有什么想对你说的，然后我们这场对话就结束，好吧？其实我是一个无国籍主义者，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国籍是一种很荒诞的东西，什么美国、德国、日本、中国，人就应该没有国籍，自由迁徙。就护照这个国籍是限制人自由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光荣的东西。我为什么美国护照我可以畅通无阻，我拿着中国护照就不可以，想去哪里都要受签证限制？这是人权被剥夺了。我从来不感觉我拿着美国国籍或者拿其他国家国籍，我感觉我就是至高无上，我就是高人一等。就是一个在当今社会，其实这个普世价值是一个陋习或者是一个漏洞，就像世界杯一样的代表国家，你几个人就能代表国家了？这其实就是宣扬国家的主义，就是一种这样，其实是一种不野蛮行径，只是把古代古罗马那种斗兽场的那种形式转移到现代文明了。所以说我不是在乎美国第一、德国第一，还是世界第一，还是日本第一，你把自己过好才是最主要的。你可以说，这个世界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你要把自己放第一位才是最主要的，其他都是假的。很多东西，川普都是跟共产党，川普跟他的理论导师就跟共产党一样的，就是纸面上写的都是大话空话，就好话说尽，就写得很漂亮，但实际操作上面就错漏百动，毫无操守，就是你纸面上说的东西，永远说的是无可挑剔，但你实际操作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要看的是他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实践。政客从来不是看他的口号，看他的宣讲，看他的怎么，是看他的操作对你的益处，其他的都是毫无意义的对比，毫无意义的去衡量的东西。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成年人了，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受影响。其实感觉岁月静好，很多人都在替我们挡枪。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人还是保持自我，做一个自我的人才自由的人才最重要，不要被贴一个标签，川粉川黑或者怎么样的。我从来不认为我是川粉，也从来不认为我是川黑，我只是一个反对认为一个人就能改变世界的人。这个世界不需要奥特曼，不需要蜘蛛侠，需要的是每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去努力生活，就对生活充满渴望，就想被自己的生活好好的去珍惜生活，善待身边的人，而不是自暴自弃去说都是民主党人搞的，都是什么党搞的，永远找一些背锅侠。这样的人我永远感觉是失败的，或者是不开心的。人永远要向着积极的一面去看待。这个世界不需要背锅侠，也不需要拯救者，每一个人就是自己的救赎者。我说到这里。讲得很好。那这些话就当成是你对张琪说的了，是吧？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哈。没有。那来吧，张琪，该你了。你有什么想对汪江辉说的？就是比较感谢那个汪江辉那个参加了这次就是讨论吧，我觉得就是让我对就是不同政见者就是到底在想什么有了就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就是认识吧所以说这也是那个就是对我的那个认知有一定的那个扩展和一个提升，所以说也是这一点非常感谢汪江辉。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就是咱们也可以一起就是线下见面呢，也可以交朋友什么的这些，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你的很多理念我也是非常支持的就是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就咱们我觉得可以求同存异。
好，那我觉得张琪讲到这儿就已经很好了啊。那我们今天这场对话基本就落在这里啊，是一个还算是比较，至少是大家愿意对话，对吧？不用有什么定论在这个点上，能够交流，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也去听了对方的意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对任何也比较感谢北京提供这个平台啊，因为这个让大家有一个说话的地方啊。感谢二位啊，感谢二位，也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那我们今天这一场对话就做到这里啊，感谢大家。好，谢谢北京，谢谢王江辉，谢谢，拜拜，拜拜。